现在在津巴布韦的首都哈拉雷。今天呢，我会从这里去往坦桑尼亚，去坦桑尼亚待2天，然后转机去往我这次行程的最后一个目的地埃及。我现在先去附近的超市买点吃的，因为这个客栈呢，它也不提供早餐。首都哈拉雷的这个气候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有当地的华人朋友告诉我呢，说这里首都呢是4季如春，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就类似于我们国内的昆明。现在是夏天，晚上的话还是要盖被子的，而且我觉得蚊子呢相对少一些，气候确实很舒服。它的植被也非常的茂密，是个不错的适合居住的地方。但是唯一不好的呢，就是这里的物价确实比较高。我在路上有认识来自于德国呀、荷兰呀，还有什么意大利啊这些朋友，他们都普遍认为这里的物价比他们国家还要高。所以在首都我也是深切的感受到了。从这里昨天问了一下，从这里打车到机场25美元起步，大概也就14公里左右。那蓦然了解到呢，这个国家它的人均收入，它的收入水平并不高。一般以这个银行工作的人员为例，差不多收入是在200美元到500美元之间，那也就最高就是500美元。但是呢，为什么这个消费会这么高呢？主要原因呢是跟他们国家的这个通货膨胀，还有好多东西都需要进口有关系。这个呢就牵扯到一个历史原因了，我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津巴布韦呢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最后他们独立以后呢，有一段时期呢还是一个白人的领袖他们出来执政。在那段时期呢，这个津巴布韦的经济是相当的发达，可以说是除过南非，因为当时南非也算是发达国家，非洲的发达国家，除过南非之后的第2个非洲的经济强国。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资源也是比较丰富，而且那个土地耕地面积也是比较广袤。但是这个土地呢，大部分呢是掌握在这个当地的白人的手里面，因为曾经因为殖民嘛，很多白人乔迁到了津巴布韦，所以那会儿呢，白人执政，他们白人掌握了大片的土地，他们的利用现代化的种植手段呀，有比较善于经营农场呀，所以这个产出就比较多一些，国家经济就比较富裕一些。当时的津巴布韦的钱币的汇率和英镑达到了1比1，就基本上和英镑持平，而且当时的国民福利说是跟欧洲的很多国家都差不多了，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了。但是之后呢，当地的黑人呢，他不满于这个白人的压迫，所以呢就反对他们，开始革命。然后最后呢，第1位黑人总统就诞生了。但是自此之后呢，经济也就开始变差了。黑人呢从白人手中夺得了这个土地的管理权之后呢，他们不善于经营，然后可能也技术方面也比较差一些，所以这个经济呢就持续的下走了。当时为了刺激这个经济呢，政府呢就开始用了一个手段，就是印钱。最后呢，通货膨胀极其的严重，政府呢就印钱呢都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那个他们最大的面额有50亿，一张纸币50亿，但是那个50亿那个钱根本连纸的价值都没有，所以呢也一度出现了说是每个人都是亿万富翁，然后就是买不到东西。索性大家收钱的时候都不数后面的零了，直接是开始拿秤称这个钱，然后来去换取食物或者是一些必需品。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政府看这样不行了，然后索性又把说是这个50亿纸币的这个后面这个钱去掉了10个零，就变成了50。但是尽管这样，再怎么变来变去呢，经济情况呢还是没有得到太大的改观，饥荒，然后很多普通老百姓吃不到饭，温饱问题解决不了，土地落在少部分人的手里，就是农场主这种经营方式，但是他们又不会经营，
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他们国家的大部分的粮食，还有其他的一些作物以及一些日用品，都是要依靠进口。这也就造成了这个津巴布韦的物价为什么如此之高了。其实木然好奇的是，你说他们收入并不高，但是这么高的物价，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其实我很想说是在当地人家里啊，或者是去一些深入一些当地人家里去拍，但是因为之前的某事件吧，全国人都知道了一个中国人拍视频的事情，就是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呢。至此呢，当地人非常害怕看到这个相机，看到去拍它，更害怕中国人拍了。所以这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也就大概的给大家讲述一下。总之呢，当地人的普通人的生活还是挺艰辛的。不过他们呢，心态非常好。我觉得是在整个非洲来说呢，他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注重这个教育，比较注重素质的，每个人还都是彬彬有礼的。我提到某事件呢，肯定很多人知道，很多人也可能不知道。那我觉得很有必要在这里给大家重述一下。那一位中国小伙儿，他叫某，在疫情期间呢，他在这个非洲的马拉维的一个村子里面租了一个房子，在那里拍视频。他刚开始呢是叫了一些村子里面的小朋友，又是跳舞呀，又是唱歌呀，这样子，甚至学说中文呀，这样的视频肯定会迅速的走红互联网嘛，在国内的很多平台上，就收获了很多的流量。那之后呢，他就变得有点肆无忌惮了。他用白纸让孩子们写着，嘴里面用中文说着我是黑人，智商低，这样非常有侮辱性的这样的语言。最后呢，这个事发布之后呢，被英国的 BBC 给曝光了。在国内可能大家看不到，但是在国外平台上依然还有这样的视频存在。曝光之后呢，这个事情就引起了马拉维全国人民的这样子，类似于游行示威的这样子，甚至到中国大使馆门口去示威，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然后最后呢，这个小伙呢，当然也在这个赞比亚被逮捕了。所以呢，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呢，就很多。现在如果你要就说在非洲，像马拉维呀、赞比亚的某些地方，还有这个津巴布韦这一块呢，你要想去拍视频，就正常的你想分享旅行视频，有时候拍到当地人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更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深入的去了解人家的生活了。这个事情呢，也是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自媒体虽然发达，虽然带大家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但是也不乏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从中作梗，想着赚快钱、吸引眼球等等，反正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有。但是我还是希望自己吧，至少是我不能要求别人怎么样，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本着初心，记录自己的生活，记录自己的旅程，把最真实的一些东西展示给大家。现在出发去机场了，刚才这前台这订了出租车。出租车费是25美元，然后我觉得好贵啊。然后刚才遇到了一个中国小哥，他过来这边出差的，他说他从机场过来是35美元。Yeah, hello. How are you? I'm alright, how's you? Nice to meet you. In Africa, I think it's one of the safest countries. Of course, our economy is bad. The economy is bad, but we are staying safe. Staying safe, very safe. It's only economy, but everything's okay. Everything's okay. Everything's okay. Peace. You know, before you get a good economy, you must have peace. Because if you've got peace of mind, you can use your money wisely. Unlike if you're in a war, or if you're in a place like South Africa, every time you wake up and I'm coming back, maybe I'll get shot. Every time when I get in your house, am I going to wake up tomorrow morning? Maybe someone will get you into my house. You know, but in Zimbabwe, we don't have all those things. You can move around holding bundles of money like this. Yeah, you know the Chinese, they train people. They want people to do the things for themselves. Yeah, that is why Zimbabweans like the Chinese. They train people.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ll be doing the things for yourself. You'll be the master, you'll be the boss of yourself. Why? Because you've been trained by someone. That's why people like these guys from Chinese manufacturers. Even if you go anywhere, go to the farms, go to the mines, go everywhere. You see, there are so many Chinese who are there. They can tell you, no, we don't have fights with these people. These people, they're good. We can stay as brothers and sisters. Even if you go to the raw areas, you can still find them again. They are coordinating well with the people who are there. That's why we like them. So we make business with them. They teach us how to make business. How to live. How to learn the technology. Yeah. I learned from training. So you mean a lot of neighbor countries, they want to come to Zimbabwe? Yeah. Why? Because they know that Zimbabwe is safe. In Zimbabwe we've got so many things. We've got many minerals. All minerals. We've got them here. Zimbabwe is rich. It's rich, very rich. We've got everything. Gold, we've got diamonds, we've got platinum, we've got chrome, we've got coal. All minerals are here. That's why you see most of the guys, they like to come in. You know, those guys from Europe, the reason why they put sanctions for Zimbabwe. I even wish to be in China one day in my life. I just wish. You will. Yeah. You will. Is it? Yeah. Nice. Because China is cheaper than here. Yeah. I just wish one day I would be there in China. Even just for an hour. I just like to see how China is. Welcome. Is it? Yeah. That's my friend. My name is Abraham. Abraham, don't forget me if you go there. We still need to talk. I even have some of the guys, we have got the places for the mines, for the claims. Yeah. Next time when you come, just contact me. You can see them. You can have your mine with those guys. Nice to meet you, isn't it? Mr. Abraham. I have been nice to meet you, Mr. Ben. We sure you come back next time.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